我觉得那个勇敢开口才是一个点，你需要帮忙你就 ask for help， 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可以帮忙到人家，你就去帮助人家，我觉得这是很赞的。很喜欢你。大家都觉得养儿防老那个观念也不 work 了，想生几个孩子？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妹妹道，我是野力现金，我是拉斯达妹妹。今天我们从 KL 来到了槟城，来到了宾州社会发展福利及非伊斯兰教事务行政议员的 YB 林秀琴的办公室，欢迎我们的 YB 来跟我们的观众打招呼一下。大家好，我是林秀琴妹妹，欢迎来到槟城。我觉得 YB 也是用妹妹。那 YB 其实你的这个 title有社会发展啦，有福利啦，有非伊斯兰教的事务啦，好多，好像什么事情你都管这样。对，什么事情是你不管的？我的职务的范围如果要讲了，大家都说我是 from womb to tomb， 你还未出世在妈妈的这个里面肚子里面，到您回归你移民到不懂哪里去还是我在管。我知道为什么你的那个办公室是在海边的，管得很宽。OK， 冷笑话一下。不过这个是非常的好啦，就是让槟城的人民有这个照顾福利的这个 YB， 真的是非常好。对，管很宽也是好的。讲真的，你管很宽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可能那小细节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管到，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发展，对吧？对，我都是往这一方面想。所以你说我管很宽，我不会生气的。不过有一个东西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也是管那个非伊斯兰教事务的嘛，通常这些事务就会触及比较敏感的地带，由女生去掌管这个方面的东西，对你来说有什么挑战吗？开始的时候呢，老实讲呢，我有点怕啦，一些啦。当然我是在槟城长大，我土生土长的槟榔人我也知道我长大的地方呢，我成长的地方都是有这些宗教的这些膜拜场所。我其实要称赞一下槟城人呢，老实说呢，都会非常的有那个容忍度，那个和谐的那个度也特别高。在槟城，你看我们是一个和谐社会耶，可能有时候要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紧绷着的时候，那就会把事情搞垮。那么我们以更柔和，女性会比较柔一些嘛，女性就是有这个优点，所以呢，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当然敏感的话题我们也要特别敏感一点，要特别谨慎一点，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造成一个很紧绷的那种气氛、那种氛围。我成为一个桥梁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呢，其实大家是只要沟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是你遇到一些比较不讲理的那些人，可能跟你讲，我们这边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你要搬来这样子来搬我们什么之类这样子。有时候是遇凶更凶，对不对？有时候遇强更强，但是我们要看状况啦。我碰到有一些问题，他可能会以这种态度的时候，如果你以更柔更软的态度，他凶不起来了嘞。我坦白说是真的嘞，我是一个受软不受硬的人，就是要看那个人到底是受怎样的态度。如果你对我软我就 OK， 如果你越硬我比你更硬是，反而又搞砸了那个事情。对，那关于这个非伊斯兰事务，到底其实你每天比较多，或者是你比较常遇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膜拜场所的那个土地问题。我们有通过这个 Harmonico 和谐中心呢，去特别处理。我们有要求各个膜拜场所呢要登记为我们的这个有一个 ERIB 就是 Rumah Ibadat Bukan Islam， 真正有登记的已经超过1300间还有一些还没有登记的呢。很多问题是之前可能一些规划的问题没有规划或者整合的比较恰当，会有面对土地或者是要搬迁这些问题咯，或者是维修缺乏资金这些是我每次要
帮他们想要如何去解决的问题。会不会好像就是庙宇或者是一些宗教场所，他们是在住宅区里面，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的声音，或者是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所以你需要去处理类似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是有投诉的话啦，大家也必须要有同理心吧。对，大家都共同相处在一起这么久了，或许有时候也不是故意啦。节庆的时候可能开心啦，会忘了把那个声量调低一些或者怎样。那么如果即刻知道，我们大家会说，我会用同理心的那个跟他解释，如果你是住在隔壁的，你怎么办？你会觉得怎样？他们说对不起，大多数都可以解决得很圆满。其实福利也很广，女生其实现在在职场上面其实也挺有能力了，因为我们也不像旧时代比较少女生可能有机会去上学啊，或者是得到教育。其实基本上很多的女生们的学历都蛮高的。那这些妇女呢，她其实在大学或者是学士毕业了之后，她们出来找工作，其实也不会遇到困难。但我觉得发现那个问题是，当那个女生她结了婚之后，可能她要回归家庭，然后要照顾她的孩子。可是到孩子可能比较长大，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照顾的时候，她想要重返职场，好像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她面对很大的挑战哦。其实女生呢，你在教育率方面呢，应该是有超过65%。对啊，那么回归去职场的话呢，女性的劳动率才只有56%罢了，比起男性低了，男性大概有83%。一些女性会脱离了这些职场的时候，必须要有很大的一些 support system 啦，那个很重要。在槟城呢，我们州政府呢，不管你是家庭主妇，你是就业的女性呢，资源是非常重要咯。让我来说呢，我是掌管这个社会发展的，我们注重在如何让我们的女性可以有经济独立。回职场的话，首要那就是你要让她安心的回去工作，孩子要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那么托儿所那个是首要的咯。有些是要照顾父母，过后他还要回去职场，也是面对问题呀。是，但是所以这些都是种种的困难的话呢，挑战一定会有的，没有哪里都是顺顺利利的吧，对不对？政府呢就会有一些培训啦 ，BWDC Penang Women'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是 under 我的这个职务的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活动，人力资源方面的那个 Talent Corp，它有2个计划 ，Women Career Back to Career Program， 还有一个呢就是 Income Tax 可以有 exemption，这些呢也是可以让他们还要回去职场的时候呢，他可以更有那种 catch up 啦。我觉得刚才 YB 有讲到2方面的东西，不单单只是一些的机构有帮忙，或者是有给一些的 income tax exemption，但是你有提到的东西就是女生自己。当她要出来工作的时候，也需要去跟进一下。可能你的领域已经发展到其实有一半的工作是 AI， 你怎么样善用 AI？AI 它是来到了我们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学会怎样去运用它。我们俩才到 AI， 因为我们是使用 AI， 不是 AI 来使用我们的。我们女生自己，当我要回到职场的时候，我要怎样跟进自己？我要怎样去提升我自己？我觉得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点就非常好。女生，你要出来，你也要需要跟进一下自己。不过同时就是很多老板或是有很多的行业，他们不要请这些已婚的女性，是因为可能等下要请产假啦，等下要载孩子啦，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些不确定性，就是我不可以完全的靠你，就好像你在等于差不多没有在类似这样子。对于这些老板或是这些企业的话，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当然作为生意人或者是一些老板，他们要站在他的立场咯，对吗？等一下你申请产假啦，然后我们的这些工作要如何，产假可能是那个2-3个月啦。我是觉得啦，我们的很多女性，现在的女性呢，非常的很有能力，那也要看她的工作的范围是如何啦。当然这是其中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在你在产假之前，你可以把东西都交代得很好的话，那个是其中一个，是这段时间有人已经是可以取代你暂时性或者是你有 flexi 的那个 hours， 在产假期间他也是可以在家里处理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遥控的话。我也是 work from home 的，我5个孩子啊，5个孩子啊，我跟你讲啊，老板们，你也是有家庭对吗？你也是有女性朋友吧，你有妻子吧，你有女儿吧，你也希望以后
你的女儿也希望可以受到公平的待遇，对吗？我们想远一点啦，我觉得呢，如果你可以在这一方面呢，可以更宽容一点，州政府我们的人民会特别喜欢你的嘞。我觉得我们也会计划说，可能做一些奖项咯，最佳雇主最有 flexibility 的那种你要知道哦，女性占人口也是有58%啊，对超过了啊，超过可能对不对？现在我看到了很多一些职场的老板也愿意，生孩子是一个天赋嘞，我们应该更鼓励他，给他机会如果他是有能力者的话。这个是我觉得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老板我们帮他 promote 他，这家工厂的老板特别棒，员工特别好，他对待尤其女性对大家都这么好，然后对女性的员工其实在产假或者是这方面，而且也不会局限到他升职啦或者什么。老板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很好的。其实最完美的就是当好老板遇到好员工啊。对呀，其实我们当员工的时候啊，我们也是默默的希望我下一个老板会更好。但老板同时也是希望我下一个员工会更好。我相信如果那个员工像 YB 刚刚讲的，把你的工作交代得很好，把你的东西是做得很好的话，他不介意你去请假3-4个月的，因为3-4个月之后我知道你会帮我聘未来的10年，未来的5年。对呀，我们有叶问一个打10个对，因为女生是一个很 multitasking 的人。对，千里马遇伯乐的话，那么老板你是一个伯乐，那么你有这个千里马，当然他可能一下子他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你要让他有休息的时间呢，才会跑得更远吗？他会帮你跑得更远的。对啊，而且还可以提高槟城的生育率。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我已经贡献了5个了哈。对，我一定要讲，我已经贡献5个了啊。然后等你啊，等你们这些。你可以讲一下，就是槟城的生育率现在是什么情况，尤其是华人方面的情况。这生育率呢，其实讲呢，在整个马来西亚槟城是最低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久前我还在提起，我看到的那个报告是0.8，如果是华裔，然后整个槟城可能才只有1.8罢了。马来西亚是好像2.2，整个马来西亚在槟城只有1.8罢了，普遍上1.8，就是生都不够2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孩子都不够。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呢？那么我想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养儿防老那个已经也不 work 了，不 work 了。你想生几个孩子？不是，我想问你，那么为什么你不想生孩子？因为我反问了啊，你结婚了吗？你要生几个孩子？我暂时不想生孩子。暂时，你看，这就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暂时可能到30-40年过后都还不想。女性的生育能力呢，也是在她有一个年龄期限，就是可能35岁过后呢，她就比较越来越低了，对吗？读了大学出来大概24岁、23、4岁，那么你要工作，对吗？要提升你自己的经济能力，要买车、公车、公务啊，这么多，然后呢？要组织一个家庭，30多岁了，还收不够钱嘞。如果要生一个孩子，从怀孕啊，从那个到他生产期间要去看医生要多少钱，复诊多少钱，然后生了孩子要多少钱，过后要养育那么我是不是要准备钱？其实我自己本身最主要啦，不想要生孩子的原因是我怕我生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的缺陷。或者是有一些我需要特别照顾他，我可能从小有接触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聋哑人士，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他们的生活啊，或者是他们的就业会比较辛苦，所以我就会很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照顾我的孩子，因为我看到那些父母他们要照顾自闭儿啊或者唐氏儿，他们要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教导来陪伴，尤其是有一些的自闭儿啊或者是一些唐氏儿，他们到了 after 18岁的时候离开了他们的那个特殊学校之后，那就是他们觉得很大的考验，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要更多的去自力更生，自己要去找一些的工作啊，但是同时爸爸妈妈也很担心他们被欺负啊等等这个方面。回到来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个，就是因为 YB 他也是关注到这一些的福利啊，然后残疾人士他的就业啊，有没有觉得一些的行业或者是一些的残疾问题是
比较难接受特定的人或者是特定的残疾来去工作的。毕竟确实的那个我们的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一个报道，就是说确实啦，残障人士呢，他们确实有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大概有5个学习障碍的，对，视觉或者是聋的。还有一个就是有坐轮椅的，那刚才你讲心理是吗？他就在那个 mental depression 问题，他有焦虑的，这几种呢，就可能会面对大的那种困难呐。我还是回归那个同理心咯，整个这个社会都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嘛， 对不对？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eeds。 我们州政府也有一个鼓吹，就是 leave no one behind 那种，没有人是应该要被边缘化的。如果你很幸运，你十项全能，你什么都好，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要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当然我们碰到一些可能有这些问题的呢，我觉得单靠政府是不行啦，我们要有各阶层的人士，尤其是人民的力量。在槟城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自闭症孩童的一些 programs，我们让他发挥其实这些都是要壮大他们，让他们有那个机会来参与这个整个社会。那么当然扮演社会的一份子的，你们要以更大的更宽爱的心去协助他们，对，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对吗？如果你可以提供市场培训，你可以提供工作给他们的话，Why not？我常说，你做一份好的付出的，那是一个功德来的。当然，我们说，我做我有目的这不要抱着这样的这个，就是你以爱心去贡献，做 CSR， 做什么都好，去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群众。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大家也会因为您的爱心，也让他们被感染到，然后我们扩大整个那个感染力。看到一些文章，就是宾州政府有去呼吁这些残障人士要申请那个残障卡。残障卡是会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或是作用呢？他有这个残障卡呢，当然在福利部那边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可能一些援助金给他们咯。然后他就有特别的这种待遇啦、培训啊这些方面，我们都会咯提供啦。要看每个不同的那种特殊情况。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有一个家长，他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医生吧，他一个孩子是有残障的问题的，他后来还知道很开心的分享，说原来我成功帮我的孩子申请到了这个 OKU 卡，还有一个他也本身申请到，他才知道说其实有这么多的福利，那个是事实啊。我有在某方面我有这个不足够缺陷，我觉得就不需要去自卑，不应该自卑。我觉得如果你不自卑的话，大家更愿意更希望可以帮助你，然后可以让你跟大家融合在一起。对，其实这社会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 YB 刚才讲的东西，就是当政府有一些的政策或有一些的福利去帮助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其实你们从政府的观念就已经发出了这个爱心。那把这个爱心传下去的时候，身边的普通的老百姓们知道，其实政府有特定的一些计划，那我们其实身为人民也应该支持政府的这个动作，然后继续把这个爱心传给下一个人。对，它就是一个好像 ecosystem 这样子。对，传了过后，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就是很有爱的一个社会。你如果一直在传染 negative 的，它就整个气场就是 negative。对，这样你跟我在一起，你觉得很 positive 吗？对，非常 positive。所以宾州政府方面在这个援助方面有什么政策吗？他如果申请了这个 OKU 卡呢，每一年就会有给一个200令吉啦，这个也不算援助到哪里啦，200令吉，对吗？然后呢，如果确实他不幸去世的话呢，他就会有另外一个1000令吉的那个，就好像说是那个抚恤金然后呢，在其他方面呢，他可以有特别的优待咯。公共交通方面是免费的，在交通方面，如果 Rapid 也做得非常棒如果是那种需要做 wheelchair 的，他会有那个平板会下来，那他也是可以坐着 wheelchair， 也可以乘搭那个公共交通还有一些 van 也是特别提供给这些残障人士的也特别的优待。当然一些培训方面我们都会一直在做着，让他们有享有或者说感受到
我们整个政府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爱，那我们也帮助他们回去职场。如果你能就职的话，我们会有特别津贴，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对对他们的尊严，他还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哦， Yeah. 是一些的残疾朋友们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会比较忽视到的一个东西。其实就算他今天去申请了这张就是残疾人士的卡，不代表你一定要用。如果你觉得今天我是出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我不需要用到一些特定的援助，你可以不用用。对啊，但是当你真正需要它的时候，你至少有一张卡在手上。对，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嘞。就是你拥有这个卡不一定你随时随便就要用，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才可以用。我有这张卡代表我特别，其实特别没有不好啊。是啊，要让人家真正去需要关注到你，就好像老人家，你没有办法一个人走路，你需要东港，你就拿东港啊。对啊。然后如果你需要人家扶你，你就需要 ask for help。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好像我去帮助你很容易，但是那个人要去接受那个帮助，好像有点难不要啦，不要麻烦你啦，一些人这太样子。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对啊对啊对啊为什么这么辛苦呢？要活在别人的眼那个眼光里里面，是这是我想讲的，是对吗？我们接触很多人，确实是有这些人不要了，等下不懂他会怎样看我，邻居会怎样？为什么？你靠他吃饭吗？你要求他吗？可是这个社会，大家如果真的我在这边我不足够的，我需要求，我求大家帮我啊，没问题的啊。我觉得那个勇敢开口才是一个点。对勇敢你需要帮忙，你就 ask for help。对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可以帮忙到人家，你就去帮助人家。我觉得这是很赞的。很喜欢你。那这个申请 OKU 卡是怎样的残障可以申请呢？有很多方面呢。他在就是学习有障碍、有视力有问题的，或者是有聋啊、哑啦，然后行动的方面呢，那些有问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很多种类，有不同的种类。在关注那些残疾人士之余，其实也应该好像也关注一下照顾他的家人们。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 caregiver 们？caregiver 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把它归纳成为那种它是属于那种重度，就是说它应该是卧床那种啦，卧床的那个 caregiver 了。如果是这种的话呢，福利部就会有特别的津贴，让这个 caregiver 帮补他啦，就鼓励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家人。你知道吗？马来西亚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787,886张OKU 卡发出去了，是在上升的趋势吗？上升会有增加，对对增加对。那么只是槟城就有45,437张。也就是说，人民对于这个残疾人士的卡的意识是越来越高，不像以前不要啦这样那个态度。现在他们觉得说，如果有缺陷的话，这不是一个羞耻，好不好？坦然的去接受，坦然去接受，你就更加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你不会这么困难咯。那最后呢 ，YB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在听的观众、我们的民众们，是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不管你是哪个年龄、哪个阶层的女性，不论你是小孩，你是在求学，你是就业，或者你是年长者，只要我们勇敢。我们要有自信，我们这个人生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你不勇敢的话，那么谁可以帮助你？那就是你自己要有那个正面的思维。那么当然，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勇敢开口，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帮你的，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而且我们州政府是很乐意帮助每一个，因为每一个人民都是我们的子民，都像我们的家人。那么你的家人，你不应该舍弃他的，我们都应该要互相扶持。每个人都会有你可以发挥的你的能力。他专长于这一方面，那么你擅长另一方面，大家互相扶持所以呢，槟城州呢是一个很繁荣又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举双手双脚赞成。当然啦，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我们大家从祖辈一步一脚印呢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土呢不简单不容易。那么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每一个机会，尤其是女性如果有机会，你就要去 grab 呢。槟城
是个好地方。所以呢，在槟城的每一个市民呢，我们相信呢，大家都是共同为槟城在贡献，在付出。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与我们的州政府大家一起把槟城打造成一个更宜居更好的城市。对，需要帮忙的话就开跑，对对对 OK， 不要坐着等，不要等，自己跑过去积极一点。如果说我是女性 ，When a woman thrives, then the whole community prospers。就是说，如果女性呢茁壮的成长呢，那整个社会就会繁荣。这个就是说要对女性好，那要有给老婆，对你的姐妹，当然我们也是，其实要女性、男性大家一起合作，一起携手，那整个打造更好的明天。今天呢，我就访问到这个 YB 哦，我觉得满满的那个女性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让这个女性的力量发扬光大 ，hang 啊，on 啊，换啊！我最后就是要讲的福建话不了啊！我们在槟城，你一定要有的就是 women power。YB，你很衰杂波哎！是我老实讲，只要你有自信，你就是帅的，你就是美的，真的。真的，沈殿霞胖胖，她很有自信，她穿什么我都觉得她很美。如果你一直觉得不好了，这个不好了，你就觉得你自己做什么都不妥的。不管你长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学历，你有什么样的长处短处，只要你能够去好好的去欣赏自己的闪光点，你就是很闪耀的。对，好，名言。今天非常谢谢YB跟我们聊那么多，我是眼力现金，我是拉斯达，我是林秀琴，拜拜。有没有讲妹妹？妹妹，好，拜拜，谢谢大家，拜。